要讲一些泡茶规矩吗？好啊，好啊，请校长帮我们讲解。对啊，泡茶有很多种方式的，有很多种。那我们现在属于也不算很正式的功能茶，我们现在泡的是属于老茶，这个老茶是比较已经是15年的老茶，闻起来味道比较类似咖啡的那种。15年，它算普洱吗？不是普洱，不是普洱，乌龙的老茶。乌龙的。你都是住在英国吗？没有，就他住英国，住英国。所以我们就是帮忙配合他做插画这样子。你是在做你是插画家吗？我不是他们2个是插画家。你是？我是打杂。打杂什么？对呀，就翻译啊、编辑，还有推广啊，所有的英国、台湾要做的事情，我就。这个老茶可以看到，给你看一下哈。中国式的茶叶跟红茶那种比较不一样，像台湾呢属于半球形的，那年哈，比较半球形的。那像那个一般红茶会比较属于长条形的，对，好像是。它如果是用久的话，它会看着面体比较黑色的，比较黑一点颜色。时间越久越黑，越黑。那茶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中国文化里面有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传统。那前面的6项，柴米油盐酱醋，都是属于要做菜煮饭生活的必需品。那它最后为什么有一个茶？因为要漱口。也漱口或许是个原因吧，但是你会看柴米油盐酱醋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一个人如果把他的生命的东西都放在生命的这个必须的东西的时候，没有缺乏一些艺文休闲的空间的时候，那是很呆板的，甚至没有个人的文化意义。所以最后是一个而且茶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文字结构哈，因为你们是顺便给你谈文字结构，上面是一个草，对，然后这个中间一个人，所以是一个木，就是人活在茶木的中间，是活在大自然生态里面，就是在喝茶当中，人回到自然的意识，包围在那个自然环境里面，在自然环境里面。那你就不在于局限在你生活很急迫的生活里面的压力里头。而且茶来讲是它有几种功能性哈。第一个，你自己一个人的话，当然可以喝那种就跟你自己心里的对话。2个人喝的话，一边像我们现在喝茶的时候，它是有对话，在喝茶当中有聊天。而且喝茶另外一个跟西洋喝咖啡基本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喝茶大家都喝了一样的，它一方面也代表平等的哈，那个平等，这些相对待的，然后共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然后在喝茶当中去对话，平等的对话。而且它茶的一个韵味不一样，它第几泡会不一样，代表一个成长的那个过程都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的哈。那另外在茶中，慢慢的在早期传统里面，茶慢慢变成一种文化素养，文化素养，然后借着茶有很多仪式，像所以慢慢到了中国那边发展叫做茶艺，艺术的艺，但是到了日本它变成茶道，茶道都太严谨了。中国人比较不喜欢谈到道，因为道会变得比较严谨。所以如果你喝日本茶或喝韩国茶，好像是很累人的事情。一项，你还要跪坐跪姿，然后一项的什么，那烦死了。中国人基本上是属于好简易，但是很悠哉。那个跟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文化里面，它有一部分自己是儒家，对自我要求是儒家，但是
对生活要求它是道家的，比较偏向老子这边。老子的哈，老庄很自然、很悠闲的，然后很靠近的。所以中国最简单的、最难的一本书叫《易经》。那个我看到英文版，好难哦。最难的一本书叫《易》，中文版看不懂。对啊，我们看到刚好看到英文版。那个中国最难的一本书叫《易经》，他认为好像是要很简单易。那如果你把它很简单《易经》的东西简单来讲，它只有两个阴一阳之为道。阴阳对。一阳之为道而已。它最简单是两个字，阴一阳，你有阴面的，一定有阳面的，那你什么时候做调试？那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觉得生活是这么简单。那一个人不能老是只有一种面貌，他一定会有一些属于纯粹自然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他完全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里面，那是很累人的事情。调和那个平衡，让它平衡，这是中国的思维。但是日本的话，它是属于比较武士的精神。因为它是用热放在里面，所以它会到下面就会沾一点水。它为了要用料，他们有时候会在这里用磨掉。他就说在传统的话，你如果他这样过来的话，就代表是欢迎的意思。因为说从外面欢迎你从外面进来。那如果你去人家家里喝茶，或者他现在很一些人比较不计较，他早期的传统的话，他如果从这样带过去，你就喝完这一杯，你要该走了。走了。喝完这边你就要准备走人了，就看动作，看动作，刚好看不懂就看不懂就当做不知道，就不知道就白目了。反正不要让他。但是说我们现在很少人用这个东西。有的比较注重，他还是会喜欢有一个层的这样子。这样子哈，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都是用擦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们用擦的这样好像比较不会低调。